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安踏的 KSpeed 2先驱2代。这双鞋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外观，在它身上你找不出任何一个安踏的 logo， 算是安踏去 logo 化的第一个鞋款，并且在鞋身上放满了欧文的个人 logo， 只要是能放的地方都放了，鞋面后跟鞋垫鞋底都有。但是这一双鞋的配置是真的有点差，除了全掌的 A-Shock Pro 之外，其他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不过说实话，其实 A-Shock Pro 也完全拿不出手。300多的狂潮7 400多的瞬息3全都用的是全掌的 A-Shock Pro， 瞬息3甚至还给到了大家一个前叉的碳板呢，对吧？如果光看配置这一双鞋真的毫无亮点。但是懂的兄弟们应该也都知道，实战体验好不好跟配置其实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，很多性能出色的篮球鞋都没有特别高的配置，对吧？那至于这一双鞋的实战体验究竟如何，我们还是仔细的来聊一聊，好吧？如果你近期有想要购买先驱2代的想法，希望你能够把这一期视频看完，看完之后你应该会对这一双鞋有更深层次的了解。抓地大家完全不用担心，全掌的人字纹纹路止滑效果非常出色，不管往任何方向移动都会有对应的纹路来进行应对，在变向或者急停的时候，脚底下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。但是因为这个配色用的是这种全掌的水晶底，在吸灰方面的表现会比实色橡胶的稍微要差一些。如果你平时打球的场地条件不是特别好，那建议还是等等后面搭载实色橡胶大底的配色，好吧？当然它在耐磨方面的表现是没什么问题的，虽然并没有用到水泥克星，但是大底的纹路足够粗也足够深，即使是想用来打外场也绝对 OK。当然如果你想要更耐磨那可能得等等后面带水泥克星的版本，好吧？那至于后面究竟会不会出，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抗扭表现完全没有问题，它在足中部放置了一块硬度不错的支撑片，很好的提升了整一双鞋的中底刚性，中段的刚性非常高，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。而且因为它的中底并没有给到任何的前插板材，前掌非常容易弯折，在变向的时候脚底下特别的自如，不管是多大体重，这一双鞋你都可以轻松驾驭。而且它的自然弯折点也非常合理，即使长时间穿着也完全不会有足弓的酸痛感，穿完之后足弓也不会有任何疲惫的感觉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宽大的大底加上较低的重心，就不可能不稳定。整一双鞋穿在脚上的感觉就是4平8稳，不管做什么动作，心里面都非常踏实。如果你对于球鞋的稳定性要求会比较高，那这一双鞋完全 OK， 放心选择就行。而且这一双鞋在做到了稳定的同时，灵活性也特别出色。360度的弧形大底让它特别适合去做一些变向动作，加上它易于弯折的前掌，平时变向比较多的兄弟们，这一双鞋你应该会比较喜欢。OK， 基础性能聊完大家应该对于它的基础性能是已经了解的七七八八了，对吧？抓地出色，强度够用，还有着出色的稳定性，想要用来打球绝对没有任何问题。那至于它究竟好不好穿，以及它究竟会更加适合哪种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，那我们还是来看看它在风格化的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。在脚型适配方面，先驱2代用了一个比较宽的鞋楦，对于脚型的包容度非常广，大宽脚也可以放心选择。但是如果你是偏窄的脚型，可能会觉得它的前掌锁定会稍微差点意思，在做一些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双脚在鞋内会出现一定的位移，所以相对来说，它还是会更加适合脚型偏宽一点的兄弟们去进行选择。当然它的中后段锁定完全没有问题，系紧鞋带之后，在急停的时候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的情况，在发力蹬地的时候也不会出现掉跟，只要不是窄脚它的动态锁定就非常棒，非常 OK。而至于它的鞋面强度也完全没有问题，高强度的网纱加上热熔材料的补强，并且球鞋侧面的软质 TPU 包边也都上翻至了鞋面，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鞋面能够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，与此同时透气性也非常棒。像我现在40来度的天气穿它出去打球也完全不会有闷脚的感觉，舒适度同样也非常出色，什么弯折点卡脚鞋帮磨脚之类的问题，在这一双鞋身上都不存在，非常棒。在鞋面方面，除了它偏宽的鞋楦对于像我这种窄脚来说不是特别友好之外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兄弟们放心冲就完事儿了。但是它的中底存在着一个很多兄弟都没有办法容忍的缺点，
就是内扣。穿过狂潮期或者是瞬息3代的兄弟们应该也都知道 A-Shock Pro 这一种中底材料是比较偏软一些的，而这一双鞋又是这种外侧全加固、内侧全放空的设计，在刚上脚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中底会有内扣的问题存在，并且它在内侧还做了这种引导形变的沟槽，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，中底的内扣会越来越明显。虽然它的中底重心确实足够的低，足够的贴地，但是依旧能够一上脚就能感觉到中底的内扣。如果你一直饱受脚踝或者是膝盖伤病的困扰，那这一双鞋我建议还是尽量不要选了，好吧？但是除了这个内扣这个问题之外它的中底真的非常爽，场地感优秀，反应性也非常棒。它的中底会给到我一种像是 Geo Hoop 的那种感觉，但是它却不像 Geo Hoop 那么硬，场地感和反应性非常棒。在发力蹬地的时候，脚底下的感觉是非常直接的，完全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，基本上就跟直接踩在地上一样，非常的极致。但是即使你穿它打完一整场球，一直在使用前掌发力，一直在做一些挖步动作，也不会有指骨生疼的感觉。在有着极致场地感的同时，它没有在脚感或者是缓震方面做出妥协。我180斤的体重，即使是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情况下，震脚感肯定是会有但是完全能够接受。如果你特别在意缓震，那这一双鞋肯定不够用。但是如果你对于缓震的要求并没有特别高，那它的缓震一定是没问题的，放心买就行，好吧？但是这一双鞋说实话，其实它并不是一双特别欧文的篮球鞋，平整的大底，鞋头的上翘幅度相对来说也比较低，整体的跑动感受只能算是比较一般，会更加适合打半场偏多的兄弟们去进行选择。打全场比较多的兄弟们，我建议你们还是去看看别的鞋款，好吧？并且前掌也没有给到我们任何的板材，虽然脚底下给到我们的蹬身反馈确实非常直接，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多的推进感或者是力反馈，它并不能给到我们。它的中底过渡确实非常出色，不管是在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的时候，前后掌的过渡都特别的丝滑，完全没有任何断层感。但是滚动感真的比较一般，并不是特别的适合跑跳，对于运动表现的加成也并不是特别明显，算是一双相对来说比较平庸的篮球鞋。但是它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它的各方面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除了会有一点点内扣的问题之外，没有什么特别大到说会劝退大家的什么缺点。只要你能够接受内扣，它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。先驱2代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+，这一双鞋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，不管是什么打法，不管什么位置的球员都可以去选择它，但是它的中底会内扣，就看你能不能够接受了，好吧？而且相对来说它也会更加适合打半场偏多的球员去进行选择。总的来说，这一双鞋算是一双平平无奇，但是有着出色场地感以及反应性的一双篮球鞋。我们在这一双鞋身上，除了极致的场地感和反应性之外，好像找不出什么特别明显的优点了。但是除了内扣之外，我们对于这一双鞋也没什么好多抱怨的。当然，现在699的价格肯定偏高，我觉得后期能到个3开左右有兴趣的兄弟们可以去体验一下，好吧 ？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